王一博的电影《我的朋友》正在参加柏林电影节评选。这部作品是青年导演张大磊的执导，文艺类作品。最近王一博的争论性可真不小，因为电影《无名》正在热映中，作品《我的朋友》参与了柏林电影节的评选，真是好消息不断。毕竟王一博作为一名电影圈新人，自然引来不少人的关注，初登大荧幕，表现也是相当的惊艳。王一博的票房号召力，还有初见成效，能让一部文艺片在春节档取得这么亮眼的成绩，喜欢王一博的人可见不少。排片堪称一场虐恋，不是早场就是午夜场，不是奔着王一博，估计普通观众是不会去的。其实王一博迈入电影圈的这一步走得很稳，粉丝们都开始吹捧个不停，更是送上了大荧幕才是王一博该去的地方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纷纷调侃，这是否认王一博曾经的影视作品了吗？好多人估计就是看王一博演的电视剧圈粉的，这真是被粉丝这种夸大的说辞给整无语了。王一博的粉丝疯狂也适可而止了，请勿盲目吹捧。且不说最近王一博被诟病，因为采访回答不上问题，被央视网冠上绝望的文盲的帽子，大肆渲染，引发粉丝间的甩锅跟争吵。首先呢，王一博本人是很冤的，人家虽然学历不高，但是不代表没有文化素养，人家只是针对个别提问，没有想好如何回答而实诚的不回应，就被质疑态度问题，更是放大了演员的文化素养。其实王一博有不足的地方，但是不代表人家对于角色没有深入了解，要不然也不会在电影中呈现出来这么不错的表现。媒体可以借题发挥，但是需要客观公正理性，带偏大众，挑逗大众情绪，引发恶性的饭圈争议，传递出来的不是正向能量，反而带来太多负面情绪的堆积，愚弄大众认知，提升大家的文化素养，但是不该高高在上，贬低嘲讽的态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种做法有悖媒体的责任跟价值观。同时呢，在这场争议中，王一博的粉丝呢，做法更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的节奏。毕竟王一博走了一条非传统教育体系的路线，更多的是职业教育路线，符合追寻兴趣爱好的道路，因为与众不同，自然饱受争议性。回到正题上来，王一博在这场风波中虽然损名，间接的反映出来他的热度着实不低，粉丝们更应该虚心接受批评，降低热度，少点过激行为，少参与各种争议性话题，多一些正面宣传。毕竟王一博说的少，做的多的性格，不会说漂亮圆滑的话，人无完人，术业有专攻，所以呢，低调沉淀，用作品说话才是最大的底气。王一博目前正在拍摄电视剧《光明之路》，试问王一博粉丝却整出来一个就该去大荧幕发展，这是把王一博的路给封起来的节奏吗？相信王一博是想做一名优秀的演员，发展空间是开阔的，没必要专攻大荧幕，岂会局限于一个领域呢？请粉丝们少点吹捧，多点踏实稳重的表达。王一博需要的是沉淀低调。无数王一博粉丝期待的柏林电影节的颁奖终于结束了，很遗憾王一博的《我的朋友》并没有成功获得奖项，由此一堆黑子们又开始了他们的黑王一博之路。然而纵观这一次电影节的获奖名单，无一例外都是西方电影，不要说中国了，整个亚洲包括日韩也是颗粒无收，人家很明显更加保护本国电影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。况且对于国内艺人来说，对于柏林电影节这种级别大奖都是提名及肯定，奖只有一个，但是能够参与那场角逐就已经很好了，其他电影想要入围还真不行，否则怎么那么多艺人的成绩单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入围 XXXXX 提名呢？只不过对于王一博来说，那就是拿不到奖是他自己不行，如果拿到了奖，那就是主办方不正规了。从王一博的《我的朋友》入围电影节，到无名出口多国上映，票房不俗开始，业内突然间就看到了文艺片存在的商机。与一定能够赚钱的商业片不同，文艺片的存在似乎一直都是给情怀去拿奖的，而王一博很明显在排片极差的情况下，将文艺片达成了商业片的效果。于是当一切尘埃落定，王一博靠文艺片又达到一个小高峰时，有些人又觉得自己行了。王一博的确是天选文艺片男主，他可以演什么像什么。无名制片人于东，王一博在镜头下魅力四射。无名导演程耳，王一博现在可以算是优秀电影演员了，他就像是那个年代走来的人，他太有礼貌，太谦逊了，谦谦君子。北电教授侯克明评价王一博无名，王一博居然把这么复杂的人物立住了，超乎我的预期。我的朋友导演张大磊，
王一博的感受力很强，他在片中就像那个时代里的人。这么多优秀的导演、制片人、教授在评价王一博时都给予了足够的肯定。对比那些一直拿着有色眼镜看待王一博的黑子，不知道可以信服众人多少倍。如今属于我的朋友的奖项追逐刚刚落幕，但既然能够在一众文艺片中选中他来参与评选，我的朋友就已经拥有了可以拿到奖项的实力。王一博的笔墨也是足够得到认可的。首次参演即入围，对于新人电影艺人王一博来说，是一份肯定与荣光。但属于无名的未来也没有结束，国内还有1个月的上映期，即使排片已经是一众电影中的最底端，但票房依旧每天几百万地增加着。而国外的播出还没有正式开始，无名会在国际上有着属于自己的姓名，他会有属于自己的电影节参选。我的朋友在柏林电影节获奖失败了，黑子们嘲笑的是王一博，柏林电影节暂时安全了，就是不知道到时候无名评选奖项时，是王一博入围后评选落败，因此被黑子们嘲笑一番，还是王一博获奖，由此连带着电影节一起被黑，说电影节不正宗，不配呢。无名是程耳导演耗16年打造的又一巨作，都说程导以导文艺片出名，前有色戒后有无名，如此耗费心血打造出来的商业巨片，确实也没有辜负大家的等待，在春节档大热了一把，我也终于在上个周末抽空看完了。说实话，之前看到很多人说的看完出来一脸懵，没看懂，我们一家4口出了播放厅，也还没懂到底讲了啥等评价，我还犹豫了好一阵，要不要看这部影片。两相对比之下，满江红里传闻的大量少儿不宜镜头把我劝退，最终选择了无名。看完直呼没选错，值了。尤其是影片中有很多精彩的名场面，看的人或心情沉重，或热血沸腾，或愤怒至极，或心痛无声。这不仅体现了演员们的精湛演技，更是那个时代下潜伏英雄们的缩影，让我们后人在和平时光中也不忘历史，对英雄们充满敬仰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名场面吧。开片后不久的广州城市上空有日本的飞机在往返轰炸，天降暴雨。此时的广州城市一片废墟，到处都是残垣断壁。暴雨中几个人拉着一个板车在缓慢前进，板车上装着的赫然是一具具尸体。前进的路上还能时不时的看到各种人的尸体，感觉那些尸体就像是垃圾似的，随处可见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昏暗的画面也让人看得很压抑。此时，一只湿漉漉的瘸腿小狗找到了一处防空洞的门口，想在那附近唯一能躲雨的地方躲避暴雨。门口站了2位士兵，防空洞里乌泱泱一片，站满了人。梁朝伟饰演的何先生也在那站着避雨。其中一位士兵看到小狗过来了，便用枪托去打小狗，想把它赶走，射了几次也没能赶走。另一位士兵把自己的干粮分了一半，扔到大雨中，引诱小狗去抢食，这才成功的把小狗赶走。小狗捡了吃的，却无处可去，只能无助的在大雨中靠着柴火堆。彼时的画面让我脑海中瞬间蹦出一个成语，散家之犬。我想程导拍这个画面，想要表达的便是这个意思。当时的情景下，广州人民家园被炸火，无处可躲，像极了这条无家可归的小狗，任人宰割。虽然没有直接播放小狗最后是死是活，但是大概率也是活不了了，就像废墟上的尸体一样。我想程导是想用这个画面告诉大家，当时的老百姓是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中。看懂了这个，就更能理解后面无名英雄的行为了。汪伪政府的那个牢房里，关押了很多抓不来的我党革命同志。导演没有直接拍关着的犯人，而是通过一个个小监牢，关在笼子里的很多犬，以及地上那永远也冲洗不完的一滩滩鲜血，来诉说的。某天，王一博饰演的叶先生在牢里审讯完一个犯人后，用剃须刀把那个犯人杀死了。画面很慢，他把剃须刀对准犯人的喉咙，然后用力把刀片那一头按下去，瞬间被溅了一身一脸的血。他掏出一根烟想要压压惊，却发现手抖的厉害，根本点不着烟。我认为这一段的精彩之处在于王一博那颤抖的双手，虽然当时他脸上强装镇定，但是颤抖的双手却出卖了他的内心。这里大家都还不知道，原来王一博也是地下党，还是潜伏的最深的那一个，自相残杀，何其不忍。但是作为潜伏人员却没有办法，这一段把人物刻画的很细腻。不同于其他昏暗压抑的画面，这段刚开始的时候是阳光和绿色的，可能是为了后面更强烈的对比。在写着蒋委员长万岁的几个巨大烟囱背景下，日本鬼子为了抓出往井里放尸体的人，一行无辜工人被迫站成一排，想让他们自己招供，
只要没有说便要挨枪子。开枪前倒数时的无知和恐惧，让站着等待厄运降临的工人瑟瑟发抖。最后鬼子们见找不到凶手，便挖了个深坑，让这些工人站在深坑里，头顶是一个水泥浆的出口。水泥浆刚开始浇下时，大家还会四处躲闪逃避一下，随着泥浆越来越多，工人们也动不了了，只能任由泥浆覆盖。水泥浆持续不断的浇下，一点点浇灭了他们生的希望。最后一个个子稍矮的男孩，脸彻底被水泥盖住，淹过了头顶。那种透过屏幕带来的绝望，就像当时毫无希望的民族一样，只能任人宰割。梁朝伟饰演的何先生潜伏暴露，要离开汪伪政府，和自己真正的爱人陈小姐见面。陈小姐开门见到门外的何先生，两人抱头痛哭，极度防备下的恐惧不安，久别重逢人也安好的不可置信，终于团聚不再分离的喜悦，在这一刻都得到释放。虽然陈小姐没有哭出声，但是她眼睛噙满泪水，闭眼哭时的眼皮跳动，嘴角肌肉抽搐，这些细微的动作都很好的表达了这种情绪。在片中压抑的大环境下，这种无声胜有声的表现方式更加贴合主题和实际，演员的表演非常有张力。身份暴露，梁朝伟和陈小姐准备离开，却被立马追过来的王一博拦住了。为了保全爱人，梁朝伟选择和王一博对抗，拖住对方，想让陈小姐脱身。于是这一老一少两大男神就开始了肉搏战，观众看得有多过瘾，他们就打的有多真实，拳拳到肉，招招致命，看得我心惊胆战，屏住了呼吸，心情也随之上下起伏不定。那满身的伤痕和血迹，就是肉搏最好的证明。我当时惊讶于梁朝伟的体能，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能打，真的是很厉害了。那时日本战败，梁朝伟从监狱被放了出来，在门口登记准备离开。这时刚好抓捕了日本战犯和汉奸的卡车驶过来，王一博正好在车上。这时他也看到了梁朝伟，于是他露出了奸诈的阴险笑容，用手比做枪，做出对脑袋开枪的动作，瞬间激怒了梁朝伟。因为在这时大家都以为陈小姐是王一博杀害的，梁朝伟痛失爱人，气得梁朝伟想要爬上卡车和王一博开撕。我觉得这个场面的精彩之处在于，王一博的这个示威动作，彻底把一个汉奸的形象演活了。如果说影片之前的王一博都是很安静，没什么更多的动作和话语，虽然是汉奸，却没有那种奸诈味，非常的平面和乏味。